山东舰霸气登场，战机实弹上场。不管你演习有多黑，挑衅必挨打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，欢迎收看云华观点。今天我们聊聊美国拉来盟友在亚太举行大规模空中联合演习，针对中国明显解放军沉着应对，美国挑衅必须付出代价。目前以美国为首的17个国家正在澳大利亚举行漆黑2020空中联合军演。这次联合军演的阵容庞大，参与国家数量众多，更有来自欧洲的法国、德国、英国等国也来凑热闹。同时汇集了各国将近2500名军人，各种类型的飞机数量超过了100架。这次的17个国家军演向外界释放的信号很不简单。首先，从参演的兵力和机型上来看，这是一次全要素的演习，上百架的战机，包含了战斗机、轰炸机、加油机、预警机、电子战飞机等等，囊括了几乎空军所有的机型。其次，这是一次以美国为主导的空中军事演习，目的就是加强美国和军事盟友之间的合作，强化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，同时还要重点巩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第二岛链，制衡中国。第三，美国一些为欧洲地区的盟友也千里迢迢赶来，更是说明了美国倡导的北约扩张的趋势已经愈发明显。在演习开始之前，德国空军出动包括战斗机和加油机在内的数十架飞机，在不到24个小时就抵达了亚洲。这次的演习更像是一次战争干预演习，这就意味着一旦亚洲地区有事，在美国的号召之下，就算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国家也有能力在短时间之内赶来，并进行军事干预。这场位于亚洲的大规模军事演习，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当作了针对的对象。不久之前，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玩火，派出政府第3号人物窜访台岛，最终导致了事态的升级。美国一直在叫嚣着军事干预，而这一次的演习更是验证了这样的观点。他无非是想吓唬中国，想继续在亚洲地区吆五喝六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都不会做事被他人欺负。别看这次17个国家的军演来势汹汹，但我们依旧是沉着应对。近日，南部战区的海军航空兵出动了数十架各型战机，在实战背景下开展昼夜训练，歼11和歼轰7纷纷亮相，战机实弹上膛，在南海海域进行了空导弹射击，呼啸蓝天。除此之外，经过3个月维修升级的山东舰航母强势归来，他率领的航母编队在南海海域进行了实战化训练，歼15舰载机密集起飞，迅速在空中组成战斗编队，胜利完成既定任务。在这次南海训练中，航母编队的成员还包括055万吨大驱、052D 型驱逐舰、901型综合补给舰等多种类型的军舰，阵容异常的豪华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练兵备战，就是要确保祖国的利益不受外国的侵犯。美国拉着自己的盟友在亚洲地区耀武扬威，还总是渲染中国威胁论。但是不要忘了，美国部署在亚洲地区的航空母舰成天在中国家门口晃荡，真正造成威胁的是美国海军。这几个月以来，美国隔三差五的找事儿，举行各种军演，还试图再次高调穿越台湾海峡。这一次又拉来了17个国家进行所谓的漆黑2022空中联合军演。但是不管你这次的演习有多黑，敢挑衅必然会挨打。太过嚣张只会引来解放军的迎头痛击。前段时间中国应对佩洛西竄台的军事行动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美国要是敢来，他就要付出代价。如果美国执迷不悟，那么解放军也没有必要对他们继续客气了，针对的军事回应一样都不会少。
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